嗨，大家好，我是 ET Ellen 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在1年内从雅思只有5.5分，到现在我已经完成美国的硕士班第一个学期的 paper。旁边这一位呢，就是我的英文家教老师，她是 Nancy。Nancy 跟大家介绍一下。Hi, I'm Nancy. I graduated from UT Austin. And what's your major? In actually education, and then in Chinese, and then I have a minor in biology. 哇、wow, 那为什么会我们平常上课其实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中英的混合，所以今天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去年的2月8号，我就是找到他。在 Nancy 之前，我有很多的补习班经验，还有1次的英文家教经验。Nancy，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当初一开始遇到我的时候的英文程度大概是什么样？一开始的英文程度 you thought it was really bad, but it was okay.And your biggest problem was that 你被台湾的补习班害了。The way they taught, it didn't fit your learning style. And instead of changing their curriculum to fit you, they asked you the square peg to fit into their little round hole. And it just didn't work. And that made you feel stupid. So you thought your English was really bad, but it was okay. Was it good enough to go to master's school? No. But it was not as terrible as your test. You never see, even now you don't believe that, but it was never as bad as your test. 很多东西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累积。We spend a lifetime to learn this stuff, and you cannot expect a class to teach it to you in 6 months. It's not gonna happen. 呀，顺带一提 ，Nancy 她算是在美国，你在美国出生吗？你算是美国人加台湾人，就是2个人，双重国籍人。是的。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这一些补习班以及家教的教材们。这一些都是我曾经读过但是没有读完的书，可以想象一下，这些都是钱啊！我在浪费钱吗？我在浪费钱吗？我在浪费钱吗？是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最一开始的补习班所用的教材。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初评估我的程度的时候，有一点点让我分在太基础的班。第一堂课就是在教这些很基本的，例如说现在式。以及例如说到现在完成式，就是教了所有的文法结构，还有就是给这个叫我们背那个3态的样子。我上了2期，后来第1期的老师是加拿大老师，第2期是英国的老师，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在浪费钱跟时间，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我已经会了，只是有一些小东西文法上会有一些小错误。第2间呢，我要来介绍一下我的补习班，它比较特别，它是标榜就是先把我们会中文，再教会英文，也就是老师是中师，那也有外师，外师是教口说，中师呢他是会自己出讲义，然后叫我们中翻英，长这个样子。中翻英之外呢，我还有上一堂课就是4000的单字。那我这个人，我觉得我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背东西。例如说，我随便看一个单词 ，loop L-O-O-P， 我可能现在看，我就一直背，就是背不起来。Nancy 有发现我这个问题 ，Nancy 一直说就是中翻英这件事情害我。其实我后来在想，当初我学这一间补习班的时候，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或多或少是有。老师很鼓励我们在课堂上有问题随时发问，所以那时候老师就讲的一句，然后我可能不懂，我就马上问。例如说 I want to play the piano， 我就会问为什么会有2个动词在一个句子里面。 Want 是想要，是动词， play 也是动词，就是玩。老师就说因为有不定词，那是不定词。我就想说什么是不定词，我就听不懂。我上网查了很多，我就是看不懂。我就想说，到底是我中文理解有问题，还是我英文理解有问题，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我觉得那一间补习班把我局限住，就是中文的思考。但是因为偏偏我这个人思考逻辑就是不 OK， 所以光是中文都转不过去的话，我觉得英文更困难。再加上例如说，它有一些翻译，就是它会很要求每一个单字你都要用对。我有一个老师就说，其实你并不是在学翻译系，你并不需要每一个英文单字都用得这么的准确，因为有时候单字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例如说 happy， 我们可以讲很其他，例如说 I'm joyful， 所以那是我遇到最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帮助，但是至少我现在理解什么是 to be 之后，我觉得整个人好很多。因为那时候我在洗澡，我突然想通不定词应该就是指 to 后面有一个动词，所以叫做不定词，就是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
讲成不定词，是我的问题吗？ maybe 是我的问题了，我太笨了。像其实我自己上了美国硕士课程之后，我发现美国教文法基本上好像不太会就是主词动词这样子去教。我想要问 Nancy， 你之前在美国长大的时候，你们是这样学文法的吗？No, we basically know what the thing is already. So a noun 就是一个东西，a verb 就是 an action to play, to run. 我们就是这样子理解 or a verb that's using to describe something else. It's an adverb. That we learn it, but we forget it. 哦，所以你们学校也是有教？有教 but not like this. I have no idea what to verb phrase is.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we instinctually know.You use it often, you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And it just, so you'll hear this a lot. No, it just sounds right. 是一个语感的问题。可是因为你们其实是已经就是母语使用者，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讲，我们确实真的必须要说，你一定要从一个文法的结构开始去学。And so you should do the simple things. You know, what a noun is, what a verb is. You memorize a few vocabulary words, you, me, he, she. That kind of thing is enough. You don't need to be so concentrated on everything has to have a name. Part of your problem when you were writing was that you got so caught up with, is there a the? 为什么这边要了？为什么这边不用？这边要吗？ Move on. I'll correct it later. It'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ng a the in when you write an English paper, you might get a mark, but that's not going to affect your overall grade. They worry about things like how you think, how you express yourself, how you organize your paper. 我真的有发现，当我读了美国的硕士之后，老师不会因为你少了一个了，或者是你少了一个动词，或者是你有2个动词，他就去改说你这边写错了。不会，他更在意的是说，哦，我喜欢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不会去很控制说你就是一定要写一个很完整的句子。我这个是仅存的，因为我之前大概这么厚的 A4 纸 ，Nancy 叫我把它丢掉，因为满篇红，他就说。你光看到满篇红，你就不会想要继续学下去，你会一直有一种挫败感。再来就是他这个方式对于你要去美国读书的人，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太好的方式，因为你真的会被局限在那个框框里面。那我自己真的回想起来，确实我会一直被局限在框框，我就一定要写这个句子。但是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很死板板，因为你要一直遵循着这个规则，是没有了想法。其实这样的东西不会是好的一个文章。It'll help you pass your test. Yeah, but I don't like it. 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Nancy 之前，其实我有找另外一位家教，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我来跟大家一一解释。那位老师呢，非常的可爱，他呢帮我买了一本文法书，他跟我说：“你自己读。”好，我读。你不会的问题，你再问我。好，我问。你们知道课堂上在讲什么吗？我们在聊天，我们用中文聊天，我们讲政治，我们用中文讲政治。要不要付钱？要。付钱干嘛？聊天。有没有上课？没有。所以我真的是，我上了很多堂，大概6堂还8堂，我就实在是真的觉得受不了，因为上完课老师就说 OK 我们今天没有讲到的东西，那我们再约下一次上课。我就心想，再约下一次上课要再讲一样的聊天内容吗？我就觉得很不理解，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就是用各种理由，我就说我妈不让我继续读了。所以呢，这个文法书对我来讲有没有帮助？我老实说，我自己读，然后就是我刚刚讲过，我连背单字都有障碍的人，我可能读完这个，我就会想说什么意思？因为它又有中文又有英文，你就要先去思考说中文是什么意思，那英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边要加那个，这边要加那个？那当我再去问他的意思，他也一样回答我因为它就是不定词啊，类似这种概念因为它就是缺一个主词。我的天哪，我就是不懂，我就是整个逻辑是乱的，我英文也不懂，中文也不懂，那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在我一开始跟 Nancy 上课之前，我就先跟他讲我的需求，就是我有一个即将要来的 audition， 就是在台湾考试，是一个美国的教授刚好来台湾，我跟他约在台湾，就是直接的面试考，入学的面试考。我跟他讲说我需要练习我的conversation 跟我的一些单字量，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还要继续准备 IELTS 的考试，因为我不确定我的分数应该说我确定我的分数确实没有达标，所以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再考一次，还是学校有什么其他的补救方案。那 Nancy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的状况跟你是怎么帮助我的吗？你那时候状况 was freaking out. You were freaking out about everything, particularly the 面谈。
you were very, very nervous. And I kept telling you, maybe your IELTS scores are not high, but your conversation is good enough. Yeah. And stop trying to use big words, use little words. The little ones that you already know. Don't make it fancy. 我真的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我是非科班出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连结，如果你们还不了解我的话。然后再加上我已经知道我雅思5.5分，那对我来讲已经是天哪，双重的打击。英文不够，然后我又担心我自己的主修的技巧可能也不够好，所以我真的想说不行，我至少要有一个再加强一点。那英文这个部分就是只能靠口说来练习，所以那时候 Nancy 有帮我列了好像3-4张的 A4 纸，就是 audition 可能会问的问题 ，like 为什么你要申请我们学校，然后你为什么会选上什么当主修之类的问题。所以确实对我有了蛮大的帮助跟安抚的效果。那时候我们真的是蛮密集的在做这部分的练习。那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 ，Nancy 一开始我有跟他讲，我觉得说我有阅读的障碍，而且我背不起来东西。然后他就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也有帮我准备了一些学术文章的阅读，像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是有写一些笔记，然后还有一些单字我会划线，然后写上名词或什么。我老实说，其实有一些单字我到现在看我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是不能理解。我那时候有做一些笔记，然后 Nancy 有发现我的问题，他就叫我不要硬背，他反而是叫我你就不要背那些单字，你不要管它，你就是多写几次，你多在手机上打几次，你就会记得。我一开始想说这个老师是有问题吗？居然叫我不要背单字。有史以来第一个老师叫我不要背单词，想说该不会又遇到跟上次一样雷的吧？但还好 Nancy 没有让我失望，他就是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举例来说，那时候我跟他讲我要考 IELTS 考试，基本上 Nancy 身为一个美国人，他不知道什么是 IELTS， 因为其实美国基本上都考 TOEFL，right？ 因为我们知道 IELTS 通常都是针对考英国的学生们，所以他就上网帮我找了一个这个雅思的评分表，他先让我知道说。你要的分数大概在6分或6.5分，那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你需要怎么样去做到？然后你现在大概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他也给我看了一些，例如说考6分或5.5分的考生的一些例子，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大概有一点概念说，其实我只要再加强一下哪一些东西，再把文章写得长一点，再掰得多一点，或许我就可以达到6分。我那时候是所有科目都考5.5，只有口说是6分，所以我 balance 下来确实是拿了5.5分。Nancy 那时候帮我找了一个文章，超讨厌阅读的，但是呢，他让我有一点改观的是，他在旁边附了一个小纸条，他说，他要我写，他列了3-4个问题，问我说，你里面最喜欢哪一个单字，哪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单字？那这篇文章是在讲什么？他就是会列一些问题让我去思考，然后我再写成一个句子或者是2个句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处是可以同时帮助我去思考跟理解阅读之外，让我也能够练习那个写作的部分。Okay, so instead of doing these mass big class books 是针对考试 I did something for you that is about you.Right? You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music vocabulary when you went to your interview. You needed to understand how to talk about music. 不是在写作业 Tha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 考试写作业 versus going to an interview, meeting somebody. Facial expression, body language, how you use smaller words to really express what you want to say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IELTS test. I didn't really know you.In February. We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you to that interview. So I was trying to see where you actually were because I didn't feel like the IELTS test showed your actual English level. You were terrified, and if you were terrified going in, you're not going to test well. It's just, I threw everything at you. I threw every single thing. We did children's books. We did these short little essays, longer essays. I was trying to see if you could cope with something that was not written for a test.You know, this thing that you were showing people, these stories, they're for babies. You are not a 6th grader reading a book written for cram school. You are a grown-up. You have grown-up ideas, grown-up thinking. Just because you can't do it in English doesn't mean you can't do it. I think that's a very, very inappropriate way of thinking about language.Not being good at language doesn't make you stupid. It just, you don't know the languag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alian. I'm gonna be very stupid in Italian, but that doesn't make me stupid. And that's why I said, 你已经对 vocabulary 背这个背那个，你已经对它有反感了。我再叫你背，那有用吗？你只会更有反感。
You need to relax, especially since you were so uptight. 他一直叫我 relax， 从头到尾，甚至是现在。因为 Nancy 很不一样的是，他反而叫我你用你最会的单字就好，尽管它很简单。但是雅思的考试不是，像我那时候的补习班老师就会说，这个的同义词是什么，你们背起来，就是要用一些不同的单字在你的文章里面，让考官知道说你其实会运用很多的不同的文字来展现你的英文的 maybe 技巧或者是英文能力。但我就是背到已经真的是 key 笑，然后我真的后来用他的方式，我去 audition 的时候，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话。各位 circling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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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讲你数学一定要学，很重要，什么汇率啊、银行，这个那个，他送一个放屁的小贴图给我在 Line 上面。周围的人都是外国人或者是国际生的时候，你不得不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就会记住它了。会，硕士真的功课量很多，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压力大到真的有崩溃了几次。他甚至是比我的父母还要了解我现在遇到的什么状况，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需要什么帮助。4000的单字，这是单字页吗？对不起，哎呀，好烦哦。4000的单字，哎，这是单字，我觉得我会被打哎。那单字在哪里？4000的单字 ，want 想是动词 ，play 玩也是动词，老师就会说。因为呢，你这边已经有to be 叫什么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限定词吗？那个中文的讲法啊，不定词啊，它叫不定词，对不对？是吗？是。你说 to 吗 ？to 什么 ？to verb 是不定词。等我，等一下，这个我一定要讲对。等一下，对不起。真的吗？对啊，没有真的吗？讲这些东西啊。等一下，没关系，我等我一下，不定词，不定词。已经开了。哦，